我就會坐喺副駕駛席嗰度偷偷地係咁拗，最後皮膚痕到你係打冷震起雞皮嘅嗰種感覺。我塊面、我條頸、我隻腳就會一路越嚟越痕，越嚟越熾熱。但我完全諗唔到點解呢一個離開咗我人生10幾20年嘅皮膚問題會突然間返嚟。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大家好，我係周庭。前2條片都係拍 vlog， 都好一段時間咧冇靜靜地咁樣坐喺度拍片啦。今日呢條片嘅主題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好耐噶啦，但係一直都想睇定呢個情況先再同大家講，結果咧就拖到今日啦。呢條片可能會有啲 long story， 因為佢係關於我人生入面一直以嚟面對緊嘅一啲痛苦，我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去整理我嘅記憶同埋睇翻以前嘅相片，所以好希望大家會睇完呢條片佢。喺我好細個有記憶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有一啲皮膚嘅問題，就係濕疹同埋風癩啦。香港嘅小朋友有濕疹咧，大家都應該係見怪不怪噶啦。我細個嘅時候有 keep 住睇中醫，而濕疹亦都喺我初小嘅時候就好返，咁所以佢就唔係我今日嘅主題嚟嘅。而關於風癩，喺我讀緊幼稚園同埋小學嘅時候，我成日一出街咧就會出風癩噶啦。風癩嘅意思即係全身咧會有一笪笪嘅紅腫。有一啲就好似成10倍、20倍大嘅蚊癩咁樣，有啲咧就純粹係紅色一笪，而佢哋係非常非常之痕嘅。我記得以前我每次去室外嘅泳池游水，游下我都會全身出晒風癩嘅，係成條腿腫起晒紅色一嚿嚿咁樣。有時啲救生員見到都會問：哇，小朋友你發生咩事啊？我費事解釋咁多，我每次都會話咧我係俾蚊咬嘅。當然佢哋就唔信啦。為咗解決風癩呢個問題，我喺小朋友嘅時候係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偏方，試過搽白酒啦，試過飲一啲養生糖水啦，有啲方法有用，有啲方法就冇咩用。而最有效嘅方式咧，就係揾張被或者揾塊布包實自己。所以每次我出完街成身都係風癩之後，我都會翻屋企沖個熱水涼，然後就瞓喺張床度，揾張被緊緊咁樣包實自己。通常幾個鐘內咧就會恢復原狀噶啦。因為佢個名叫風癩，所以細個嘅時候，我身邊嘅人都一直覺得我係因為吹風而皮膚有問題嘅。而的確，只要揾塊布包實自己，令到皮膚吹唔到風，我就唔會有事。所以我一直都堅信呢個問題咧係由吹風引起㗎。雖然我嘅記憶有啲模糊，但我記得我去到高小定係初中嘅時候，風癩嘅問題已經係幾乎完全消失㗎啦。嗰陣去學校旅行啊，又或者上體育堂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去到後期，我大個咗，參與社運，去啲遊行示威街站，喺室外逗留咁長嘅時間，皮膚都唔會有咩異常。所以風癩呢件事由我高小去到20歲頭呢段時間係甚少發作㗎，我都幾乎係忘記咗佢。去到2020年嘅下半年，即係我23歲嘅時候，亦都係我坐監前嘅幾個月，風癩呢個噩夢就再次返嚟我嘅生命入面啦。雖然唔記得嗰次係咪就係第一次翻發，但我記得嗰年嘅8月咧，我去咗離島嗰度玩。我嗰日係着住一件長袖嘅針織冷衫㗎，玩下我突然間覺得手背好痕好熾熱，因為好耐冇發過風癩啦，所以我都用咗一段時間去回想翻風癩係點樣嘅一回事。點解會出喺手背呢？因為我嗰日係着住長袖衫，只有手背呢個位嘅皮膚係有外露出嚟㗎。我嗰陣咧就即刻去咗碼頭嗰啲陰涼嘅地方休息，然後咧揾件褸咁樣冚住個手背。咁過咗一陣咧，佢就好翻啦。所以我嘅風癩嘅模式就係只要有外露嘅皮膚咧，佢就有機會會發作。所以就算係着長袖衫，佢都有機會咧係會出現。之後嗰幾個月一直去到坐監，我風癩發作嘅次數越嚟越多。有時我只係着住一條短裙坐車去另外一個室內嘅地方，喺坐車途中已經會成隻腳都係風癩。嗰陣我確信我嘅風癩係由吹風引起，所以我每次坐車都會熄晒嗰啲出風位，等唔好有風吹到自己，又或者會帶件褸咧去冚住隻腳。當時我風癩嘅重災區啊，我記得係膝頭哥同埋附近嘅位置，雖然其他位都有可能會出風癩，但係膝頭哥嗰個位咧可以話係必定會出現。
雖然嗰陣風爛又為我嘅生活帶嚟一啲困擾，但係都唔算係好阻礙到我嘅生活，然後好快我就坐咗監啦。坐監嘅時候當然係好少機會去室外地方，唯一會去室外咧就係放風同埋上體育堂嘅時候。咁放風咧，我哋都係着翻囚衣同埋長褲噶，咁所以我就冇出現過啲咩問題。但係體育堂就係着短褲噶，所以我每次上體育堂，成隻腳都會腫起晒一嚿嚿，然後塊面同埋條頸都會紅晒，又熾熱，仲要係超級痕噶。啲懲教職員見到都會好擔心咁樣問我係發生咩事啦，我就話我啲皮膚係咁樣噶啦，上完堂咧揾塊布冚住就冇事。結果上完堂啦，我就翻去室內地方沖涼換衫，半個鐘左右就會好翻噶啦，每一次都係咁樣。出咗冊嗰1年幾，我皮膚嘅狀況咧有好大嘅好轉。雖然偶爾都會出下風癩，但係就算出都淨係出幾粒。我甚至有去過行山，又或者有時着短袖衫、短裙去離島影相，都完全冇問題。去到2022年嘅下半年，我嘅風癩又嚴重返啦，唔單止係隻腳，有時連其他部位都好嚴重。隨住時間過去，發作嘅機率係越嚟越高。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甚至係接近百發百中。出親門口我都會有事，有時咧係落樓10秒鐘左右，我已經皮膚係開始痕噶啦。就算係 call 的士去屋企樓下接我，我由落樓行去架的士嗰度途中，已經成隻腳腫起晒一嚿嚿，全身都好痕。因為風癩好嚴重嘅關係，嗰陣我出門口一定係着長袖衫同埋長褲長裙，再加上有 Covid 要戴口罩，所以我全身應該有90%半嘅皮膚咧都係冚住噶。但係咁樣唔代表安全啊，因為總會有皮膚係外露嘅，例如條頸啊，或者面嘅側邊啊，或者手啊呢啲地方都會好容易變得好熾熱、好紅同埋好痕。有時我塊面甚至係會有嗰個口罩帶嗰個印啊，口罩帶遮住嗰個地方就係好白啦，冇事啦；口罩帶冇遮住嘅地方就好痕同埋好紅。皮膚問題咁嚴重，我當然係有睇醫生啦，西醫同埋中醫我都有睇嘅。西醫不外乎咧就係開敏感藥同埋類固醇藥膏，但係就對我當時嘅皮膚狀況冇咩幫助。就算食咗敏感藥，皮膚都一樣會發作。而我記得有一次睇中醫嘅時候，個中醫就問我，通常我係咩時間先會出風癩？我諗咗一陣，我就話：咦，好似日頭先會出，夜晚就唔會喎。然後個中醫就話：咁好奇怪喎，如果你係對吹風敏感，點解夜晚嘅風你就冇事呢？呢一句說話好似突然間點醒咗我咁。我由細到大都相信自己嘅皮膚係唔可以吹風，再加埋風癩有風呢一個字，但係會唔會我嘅皮膚其實唔係對風敏感呢？之後再出多幾次風癩，對比翻日夜嗰個皮膚狀況，再諗翻以前出風癩嘅經驗，我就感覺到我唔係對吹風敏感，我係對陽光敏感。我揾到呢個答案嘅時候，好似所有問題都被解答咗咁樣。我諗翻起我之前學車嘅時候，因為司機位永遠都好猛太陽，但我雙手咧又唔可以離開軚盤喎，所以每次學車學到中途，我雙手都會腫起晒紅色一嚿咁樣，塊面咧都係非常之痕噶。然後一輪到我師傅喺司機位嗰度示範嘅時候，我就會坐喺副駕駛席嗰度偷偷地係咁拗。我諗我師傅咧都應該有啲嚇親啦。我嗰陣以為係吹風敏感，所以就熄晒架車入面所有嘅吹風位，但係咧都完全冇改善。而家終於係真相大白。但係呢一個故事係仲未完㗎。雖然揾到過敏嘅源頭，但我完全諗唔到點解呢一個離開咗我人生10幾20年嘅皮膚問題會突然間返嚟，而且完全諗唔到唔出街以外嘅舒緩方法。唔通我將來幾十年嘅人生都唔可以曬太陽咩？加上大家都知道曬太陽吸取維他命 D 對於維持情緒嘅穩定係好重要㗎。唔曬得太陽對於我嘅情緒同埋我嘅身體咧都唔係一件好事。所以我好想揾到嗰個發病嘅原因，同埋知道可以點樣改善到。
喺2023年，我每次日頭出門口超過10秒鐘，皮膚都係百發百中㗎。但係起碼我知道咗過敏嘅源頭，所以我會盡量夜晚先至出街。加上嗰年抑鬱症好嚴重，我都冇咩動力出街。但有時要返工，又或者心血來潮想出去影下菲林相嘅時候，我就會包實晒全身90%嘅皮膚，其餘1成咧我就會搽防曬。但係嗰陣搽防曬都好似冇咩作用咁樣，所以基本上都係死忍難忍。所以嗰年我簡直覺得自己係一個忍痕高手。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皮膚好痕，但你又唔去掂佢，唔去拗佢，最後皮膚痕到你係打冷震起雞皮嘅嗰種感覺。我每一次出門口咧都會經歷一次呢一個過程。大家可能會諗，咁陰天先出街咪得咯？但係 sorry， 陰天咧都一樣有紫外線，都一樣係會發作㗎。我記得我有一次去西九文化區去 M+ 嗰日天陰陰，咁我諗住冇咩事啦，我就着咗短裙，然後搽防曬，諗住 OK。但係喺西九個公園行下，我就開始成隻腳都好痕，大腿小腿都係風爛。而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我每次出完風爛一啲好嚴重嘅地方，第二日咧就會變成一個瘀痕，係撳落去咧都真係有瘀嘅嗰種感覺。而嗰笪瘀痕之後又會更加容易再出風爛。呢個現象我上網 search 過，又好似冇咩案例咁樣，同中醫西醫講佢哋都冇咩聽過會有咁樣嘅狀況。所以我除咗唔曬太陽之外，都唔係好知應該點算。喺確定可以嚟加拿大讀書之後，雖然好唔想皮膚痕，但係又好想把握機會去多啲香港唔同地方，所以喺離開之前，迪士尼、海洋公園、長洲呢啲地方我都有去過。我會盡量留喺有瓦遮頭嘅地方，皮膚一痕我就即刻入室內嗰啲 souvenir shop 嗰度行下，好返啲我又出去排機動遊戲咁樣。我嘅朋友都好理解我呢個狀況，所以都會陪我出出入入，所以我都好多謝有一班咁體貼、咁諒解我狀況嘅朋友。喺未揾到陽光敏感嘅源頭嘅時候，我就已經嚟咗加拿大啦。加拿大嘅氣候同埋濕度同香港完全唔同。我本來好期望嚟到加拿大之後，皮膚嘅問題會有改善，點知一樣都係咁嚴重，甚至係更加嚴重。除咗喺街上面行會有事之外，我有時坐車啲陽光透過個窗門曬入嚟，我成隻腳成條頸都一樣會發作。所以我養成咗個習慣係每次坐私家車我都會帶件褸，甚至係帶張毛氈冚住隻腳。大家可能會覺得帶毛氈好誇張好奇怪，但係有時件外套唔夠大件冚唔晒隻腳，最後冚唔住嗰啲小腿嗰啲部分咧就會出風爛，所以我就會帶張大啲嘅毛氈。同埋我會盡量避免坐前座，因為前座接觸到陽光嘅機率好高，就算隻腳冚得住，條頸塊面都冚唔住。最嚴重嘅一樣嘢係，就算我只係坐喺屋企呢一張梳化上面，有陽光透過窗門曬入嚟，就算唔係好猛太陽都好，我都一樣會出風爛。有時就算係衣服冚住嘅地方，包括我嘅背脊咧，都一樣會出事。後來我發現原來係陽光會透過淺色衫射入我個皮膚嗰度，所以我個背脊咧就會好痕。所以日頭出太陽嘅時候，我係連梳化都唔敢坐㗎。係去到夜晚天黑，我先可以安心咁樣攤喺張梳化上面。大家成日會喺我 IG 嗰度見到好多我喺加拿大郊外影嘅相，雖然影靚相係好開心，但係因為我係有陽光敏感，所以每一張相其實都係影得好辛苦㗎。因為我企喺陽光底下一路影相，我塊面、我條頸、我隻腳就會一路越嚟越痕，越嚟越熾熱。我平時唔係一個會 P 相嘅人，最多都係調下色嘅啫，但係呢一啲風爛嘅痕跡咧，係令到我破戒要去 P 走佢哋。如果唔係，大家就會見到張相上面我嘅皮膚係紅色一笪笪。所以我每一次出去影相，由慢慢開始痕，去到極痕，去到痕到頂唔順，要冚住件褸返屋企，成個過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疲倦嘅過程嚟㗎。我每次返到屋企都要休息好耐先至回復到體力。
嚟到加拿大之後，因為我要返學，所以無可避免一定要出門口，所以我就上網 search 究竟有啲咩防曬可以減少到我皮膚敏感嘅狀況。大家可能會記得我喺愛用品嗰條片嗰度有介紹過一支我去到而家都仲用緊嘅物理防曬。其實物理防曬同埋化學防曬嘅分別咧，我都係嚟到加拿大先至真正了解。我發現物理防曬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成分叫做 zinc oxide， 而且佢唔可以得少少，佢係要份量好夠，對我嚟講先至可以有效阻隔到太陽。因為我搽防曬唔係為咗唔曬黑，而係為咗唔敏感，所以個成分咧要夠強先至得。雖然唔係賣緊廣告，但我而家用緊嘅呢一支防曬入面 zinc oxide 嘅比例係有超過20%嘅。我以前用過一啲 zinc oxide 比例冇咁高啦，又或者用其他物理防曬成分嘅一啲防曬產品，佢哋都冇呢一支咁 work。用咗呢支防曬之後，雖然唔係完全唔會出風爛，但好明顯喺我搽咗防曬嘅半個鐘去到1個鐘，我嘅皮膚係相對冇咁痕㗎。去到後來防曬慢慢開始用，我嘅皮膚就會開始嚴重返。所以簡單嚟講，我每次出去影相都係有時限㗎。啱啱開始影個半個鐘係有啲痕，但係仲忍到。去到影到第9個字1個鐘，甚至1個鐘打後就會痕到頂唔順，然後就一定要返屋企㗎啦。終於揾到可以對應到陽光敏感嘅防曬，當然係好開心啦。但我最想都係揾出個源頭，從根本去到解決問題。後來我有同過我嘅家庭醫生去講呢個狀況，佢就轉介咗我去睇皮膚科。講真，我最初都冇咩期望㗎，諗住佢都係開敏感藥同埋類固醇藥膏俾我。我以前試過都唔 work。後來我去睇皮膚科醫生嘅時候，個醫生問咗我一個問題，佢問我有冇長期食開嘅藥物，我就話有啊，我食緊一隻精神科藥物係血清素嚟㗎，食咗4年，因為我有 depression 同埋 anxiety。之後佢就即刻上網查，再同我講，雖然唔能夠100% 肯定，但係我食緊嘅呢一隻精神科藥物係有可能引致到陽光敏感。佢叫我要同我嘅精神科醫生傾下。我嗰一刻個腦混亂得嚟，又有啲好似開咗竅咁樣，心諗唔係啊嘛，我咁穩定食咗4年嘅血清素藥物，竟然有可能係皮膚敏感嘅原因。我食緊嘅嗰隻血清素藥物，準確啲嚟講係叫 SSRI 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係一種好常見嘅精神科藥物，好多有抑鬱症同埋有焦慮症嘅人都係食緊㗎。呢一種藥係要每日食嘅，而 SSRI 入面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藥物。一開始喺香港食 SSRI 嘅時候，我有試過好幾種，有好多種喺我身上嘅副作用都好強烈，例如會令我好頭暈或者好想嘔、好唔舒服，甚至血壓低。而我食緊嘅呢一隻就係副作用最少嘅，所以醫生一直都係開呢一隻俾我。雖然皮膚科醫生話風爛有可能同呢一隻 SSRI 有關，但係因為未確定到原因，要更加專業嘅意見，所以我嘅家庭醫生咧就再轉介咗我去 allergy 科，即係敏感科啦。去到睇敏感科嘅醫生，醫生話陽光敏感可以有好多原因，甚至係一啲免疫系統嘅疾病，例如係紅斑狼瘡嘅其中一個病徵咧，都係陽光敏感。所以佢就寫咗張紙俾我去驗血，驗下有冇紅斑狼瘡。我嗰陣好擔心、好焦慮，自己係咪有啲咩病，甚至仲 panic attack 咗一次。好彩最後驗完血出嚟個結果係冇事㗎。最後敏感科醫生話我好有可能係有一種叫做 SSRI sensitivity 嘅情況。簡單嚟講就係對所有 SSRI 嘅藥物都係敏感。佢就叫我要同我嘅精神科醫生講，要避開，唔好再開呢一個 SSRI 啦。嗰一刻我係真係覺得天都光晒，雖然未好返，但係我終於可以揾到咁多年嚟皮膚敏感嘅原因啦。喺睇呢一堆醫生之前，我從來都冇試過將皮膚敏感同埋精神科藥物連結埋一齊，從來都冇覺得佢哋係有關係。但係我而家回想返，喺我食 SSRI 之前，我係曾經食過一隻神經嘅止痛藥，而我上網睇返啲論文，原來呢一隻神經嘅止痛藥咧都有機會引起陽光敏感㗎。而我就係喺開始食呢隻藥之後有陽光敏感嘅狀況，再過多2個月我就再食埋血清素。神經止痛藥我食咗1年左右，而血清素
素我就食咗4年左右，所以我係有可能不斷食緊一啲引致到自己慢性敏感嘅藥落肚。而喺坐監期間，我食嘅神經止痛藥同埋血清素嘅劑量都係好高。除咗係因為我情緒唔好之外，神經止痛藥本來係一個需要時服嘅藥物，但係監獄入面因為安全同埋程序問題咧，係做唔到需要時服㗎。懲教每一日都會派藥俾我，變相我每一日食嘅劑量都好高。後來出咗冊之後，我就停咗冇再食神經止痛藥，血清素都食得好唔自律，因為血清素正常係要日日食㗎，但我嗰陣成日都好曳唔食。呢個有可能係令到我出冊之後嗰1年皮膚狀況有好轉嘅原因。但去到2022年嘅下半年，我開始有抑鬱症，情緒嘅狀況好惡劣，我又回復返每日食血清素嘅習慣，甚至劑量都加重咗。亦都係因為咁，我嘅陽光敏感又嚴重返，所以我嘅皮膚敏感可以話係同精神科藥物有關，亦都可以話係同我嘅情緒有關。因為我情緒唔好嘅時候，就會更加依賴藥物，更加需要食高劑量嘅藥。但係呢一啲藥又會令到我皮膚敏感更加嚴重，更加唔可以出街同埋曬太陽，變相又會令到我更加煩躁同埋唔開心，係一個好惡性嘅關係。我個腦入面係將所有嘅故事同埋證據都連結埋一齊，好似你睇偵探小說終於揾到答案咁樣，好感動，亦都好多謝喺呢一度睇過嘅所有醫生。當然我喺香港睇嘅醫生都非常之好，解決咗好多我身體嘅問題，但係有關血清素藥物導致到陽光敏感，可能喺香港嘅案例會比較少，所以大家都估唔到係呢個原因。以前我喺香港都比較少聽到有人會對陽光敏感，更何況係血清素藥物導致嘅陽光敏感。呢個亦都係我出呢一條片嘅原因，想大家知道我呢一個案例，亦都希望大家多啲留意食完唔同藥物之後身體嗰個反應。唔知道呢一條片會唔會有從事醫療行業或者精神健康行業嘅朋友見到？好希望我呢一個分享會令到大家更加關注 SSRI 藥物有可能為身體帶嚟嘅副作用。雖然我呢個副作用係相對比較罕見嘅，我當然唔係反對食藥，亦都唔係反對食呢一種藥物。我自己都係因為食咗血清素，情緒係有穩定咗，但係只係希望大家知道有一個咁樣嘅案例，可以多啲留意下。講返我嘅情況，自從我知道咗皮膚敏感係同血清素藥物有關之後，我就好曳咁樣自行停咗藥，而家都停咗藥差唔多半年左右啦。嗰陣戒斷嘅狀況非常之辛苦，我係足足頭痛咗1個月，成個人係冇辦法正常運作。自從停咗藥之後，雖然一樣都係有風癩，都一樣可以好嚴重，但係發作嘅速度慢咗好多。本來我曬2分鐘就已經開始會出事，而家可能要曬15分鐘咧先會開始痕。雖然都係好嚴重。另外，我終於可以坐喺張梳化上面啦，喺室內地方接觸到少少陽光，終於唔會出事。當然，我去郊外都一定會搽足防曬，喺防曬用嘅時候都一樣會出事，一樣都會好痕好辛苦，但起碼冇之前咁出得咁快。我有上網睇過其他案例，好多人都唔係一停藥就即刻回復原狀，而係需要半年甚至幾年時間慢慢去回復。我都希望我可以慢慢康復。當然，停藥嘅一個問題就係令到我情緒變得好唔穩定，情緒病嘅發作都越嚟越多，但我又冇理由食返一隻會令到我皮膚敏感嘅藥。不過我知道精神科藥物唔單止係得 SSRI， 都有好多其他種類㗎，咁所以我嚟緊都會同我嘅醫生繼續探索下有啲咩藥物係可以舒緩到我嘅情緒問題。有啲咩進展呢，我都會繼續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㗎。好，我今日呢一個咁長嘅分享呢，就暫時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有啲咩感受呢？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撳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下次嘅片啦。想成為添聽嘅朋友可以撳頻道名隔離個加入掣。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